我的天哪，这是我见过最神奇的玩具蛇！只要把它扔在鱼缸里泡72个小时，它就会变成比这鱼缸还要大的大蟒蛇。不会吧？真有这么神奇？那我必须买回来看一看。走，咱们买去。买来了，随机色泡水变大蛇一只。拆！怎么灰不溜秋的，而且就这么小一只？这玩意儿真的能泡跟视频里一样大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上盆倒水，把我的小蛇蛇加进去。哎，小了啊？什么小啊？格局小了，这么小的盆怎么能泡出来大蛇呢？当然得用这么大的盆了。行吧，大盆就大盆，把水全部加进去。现在可以把玩具泡大蛇放进去了。小蛇蛇下去洗澡吧。咱们72个小时以后再见喽。72小时之后，这个盆不会放不下吧？有可能哎。那咱们24小时以后来给它换个大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看了一下时间，现在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。咱们去看看咱们的小蛇蛇现在变成什么样了。走喽。啊！你怎么还是只有这么一丢丢大呀？一点都没变大嘛！再等2个小时吧。现在已经过去4个小时了，咱们赶紧去看看小蛇怎么样了。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来看看小蛇怎么样了呀？你让开！这个小蛇怎么还是只有这么一点大呀？这玩具蛇是不是根本泡不大呀？网上说的该不会是假的吧？我觉得呀，我们不能1个小时就去看一次，我们要把它给忘了，2天之后再去看，它肯定变得超级大。那好吧，那我就2天过后再去看吧。结果这俩货直接忘了玩具蛇的事儿。时间来到1个月后，报告，对吗？姐，这不是贵贵1个月前泡的玩具蛇吗？肚皮都翻过来了，泡了1个月，感觉也没变大多少呀。哎，我想到了一个争过贵贵的好办法，正好我有一个超迷你的玩具小蛇，咱们去逗一下贵贵，把这个迷你玩具小蛇放进盆中。小伙伴们，咱们桂圆子手作坊已经冲到前100名了，咱们再努力，飘飘偷起来，看能不能送贵贵进前10啊！贵，当时不好了啊！怎么了？你还记得你1个月前泡的那条玩具蛇吗？难道它真的泡成一条巨型蛇？哎呀，你自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我现在就去看。哎，我的蛇在哪儿呢？啊，它怎么泡成了这么小一条？小伙伴们，你们有买过这种玩具蛇吗？它怎么会越泡越小啊？我的天哪，这是我见过最神奇的实验！把可乐打磨好，然后放进下水道输光机里，最后就能变成一瓶透明的可乐。这也行？透明的可乐，那不是很得劲儿吗？这个实验咱必须得试一下。要是它真的能变成透明的可乐，我就请在座的小伙伴们每人喝1罐。你啥时候这么有钱啊？好了，咱们准备好了。咱们买的是2瓶不同牌子的可乐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，到底哪一种可乐会变成透明的呢？为了做这个实验，我把我妈买的管道收通器给偷偷拿来了。这玩意儿听说还是强效型的呢。透明可乐就靠它了。不过在泡之前，咱们还有一道工序，那就是先得把它的表面打磨掉。砂纸也买来喽。话不多说，咱们开始打磨。咱先从它的 logo 开始打磨。这也太难磨了吧！看来这是个力气活呀。哼，我一定要把它磨到跟镜子一样发光。现在表面已经有光泽了耶，继续磨。它的 logo 已经快要被我磨掉了。哇，你怎么磨这么快啊？这可是个技术活，我磨了半天 ，logo 都没磨掉。我马上就要磨完了。妈呀，这个灰太大了！还是戴上口罩吧。磨了1个小时，还就磨成了这个样子。看，我磨的可比你干净多了，但是我的手都已经乌漆麻黑了。你的没有我的黑嘛，简直像刚刚完课呀！妈呀，不知不觉我已经磨了2个小时了。看我的手，我自己都认不得了。总算是见到效果了。再磨一会就可以大功告成了。这已经是我们打磨的第3个小时了。我感觉我像是非洲回来的一样。我的脸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连桌子都黑了。不过好在咱们已经把瓶子给打磨好了，看这锃亮的质感，就知道咱们下了多少功夫。接下来咱们要泡它的1天1夜。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旺仔吧。把咱们的2瓶可乐放进旺仔里，再把提前泡好的管道疏通剂给倒进去。哦，对了，记得戴上手套哦。倒进去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密封它的24小时。24小时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见到透明可乐了。想要见证奇迹的小伙伴们，把666打在公屏上。 2000 years later， 小月，我头发上的零花钱是不是你的？
啊，幸亏他都摔倒了。至于吗你？接下来咱们就来见证1个月前的奇迹啦！准备好了吗，小伙伴们？我要开了，3、2、1。这怎么还是原来的样子啊？一点变化都没有啊！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呀？他们打的斗就像龙卷风一样哎，还汇集在了一起呢。2号城堡的蚂蚁啊就更厉害了，竟然打出了好几个大柱子呢！这些小蚂蚁还把种子搬到了最上面，而且这些种子居然还发芽了呢！我的天哪！你玩过这种蚂蚁城堡吗？听说蚂蚁住进城堡后会打洞做窝哦，真的太神奇了！蚂蚁城堡，蚂蚁还能人工养啊？居然还能自己在里面打洞哎！这个也太神奇了吧！赶紧下蛋！小伙伴们，蚂蚁工坊给你们买来了！我还在外面装了好多蚂蚁呢。好多！我买的这个可是最新款的透明蚂蚁城堡，我们赶紧来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我买的蚂蚁城堡呢，就和这个图片上是一模一样的哟。来打开它。哇，好多东西啊！这里有2根可以让蚂蚁来回穿梭的管道，这里面呢是一包工具，用来夹蚂蚁的镊子，给小蚂蚁喂食的小管子，还有观察小蚂蚁的放大镜哦。这个应该是它们喜欢吃的食物吧？赶紧把咱们的蚂蚁城堡给拿出来，这里面还有一小盒蚂蚁，它们肯定在路上都饿坏了，我们等一下赶紧给它弄点吃的。先把盖子给打开，把这些小零食给它们加进去，咱们还得把这些洞给堵住，防它们跑出来。顺便再给它们搭建一个透明跑道，这样它们就可以从这里跑到上面去啦。加一小片梨子给它们补补水，再给它们来一小块冰糖放在最上面。现在可以把小蚂蚁们放进去了，拧开盖子，让蚂蚁们滑落下去，再把我装的这些也放进去。好啦，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蚂蚁全部放进蚂蚁城堡里去了。它们刚进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啊，感觉好像有点不适应，慌张的跑来跑去的。还有一些蚂蚁啊，非常的贪吃，已经抱着这一块冰块糖吃个不停了。咱们让这些小蚂蚁先适应个2天。过2天，咱们再来看看建造的王国是什么样子的。小伙伴们，这里蚂蚁们住进城堡已经过去2天了，走，带你们去看看咱们的小蚂蚁现在怎么样了。哎，这群小蚂蚁怎么没有打洞啊？而且它们全部都蜷缩在一起，还有一只已经死在这里了。我的小蚂蚁怎么办呀？姐，你看我新养的蚂蚁。哎，你怎么又养了蚂蚁啊？我才养了2天，它们就开始打洞了。你看，它们已经打了一个长长的通道，连通在下面了。它们每一只蚂蚁都很积极呢。那为什么我的蚂蚁都团在一起一动不动啊？跟你的蚂蚁一比，我的蚂蚁好像很不开心的感觉啊。我觉得呀，可能是因为它们太孤独了。哎，那不然咱们把2个城堡给连接在一起怎么样？这个主意不错，正好我把我同桌的蚂蚁城堡也拿来了。哇，你同桌养的跟我竟然是同款哎！而且啊，它的蚂蚁也开始打洞了。这只蚂蚁太厉害了，自己竟然打了这么大的一个洞。那咱们来把3个城堡连接在一起吧。好啦，现在3个蚂蚁城堡已经全部连在一起啦。不知道它们会不会互相串门呢？1个星期以后，咱们再来看一看吧。 2,000 years later. 小伙伴们，现在已经是1个星期以后了。我们的蚂蚁打了很多的洞哎！走，带你们去看看，看，它们就在这里呢。咱们先来看1号城堡，它们打的洞就像龙卷风一样哎，还汇集在了一起呢。所有蚂蚁都蜷缩在了这个小角落，这样看起来很安全嘛。2号城堡的蚂蚁啊就更厉害了，竟然打出了好几个大柱子呢。哎，它们和1号城堡一样，也是窝在一个小角落哎。这边也有几只呢，它们这叫抱团取暖。咱们再来看看3号城堡，这群小蚂蚁啊倒是没打几个洞，不过小伙伴们你们快看，这些小蚂蚁还把种子搬到了最上面，而且这些种子居然还发芽了呢，感觉马上就要长出来了。哇塞，这些蚂蚁真的太神奇了！明天咱们来给小蚂蚁们加餐，请它们吃蛋糕。小雨，不好了，蚂蚁全部跑掉了！什么？你快看，今天早上我刚起来就准备给他们加餐，结果我发现他们全跑掉了。这里面只剩几只老弱病残了。这个握手就是这根管子，这根管子竟然脱落了，这些小蚂蚁肯定是顺着这根管子全部跑出来了，整个蚁巢都空了。这些蚂蚁该不会跑到我的枕头下面去吧？完蛋了，我的零食肯定都被他们吃掉了。小伙伴们，怎么才能